你曾经怀疑过吗？怀疑自己是否够好，怀疑这世界是否真的温柔，怀疑爱情是否值得相信，怀疑未来是否真的有路。这些怀疑不是你脆弱，也不是你不够灵性，它们是你灵魂为了生存而产生的保护机制。在你受过伤的地方，怀疑像一道墙，悄悄筑起来，挡住了可能再次伤害你的人事物，但同时也挡住了那些真正想靠近你、爱你、拥抱你的力量。你以为那是你学会小心，你以为那是你变得成熟，你以为那是你终于懂得自保。可是，亲爱的，你真的比较快乐了吗？那些怀疑让你看起来坚强，却让你内在的心慢慢变冷。你不敢太期待，不敢太相信，不敢太靠近，甚至连自己也不敢深深的爱上。你在保护自己，这是自然的。人类的大脑天生就倾向警戒未知，避免危险。所以怀疑不是错，它只是不知道。你已经长大，你已经有力量承受更多爱了。真正让你疗愈的，从来不是躲避，而是靠近。靠近那份恐惧，靠近那个总觉得自己不够好的你，靠近那段一直不敢回忆的过去，靠近那份你一直否认却深深渴望的爱。爱不是催促你忘记伤口，而是陪你看着伤口慢慢愈合。爱不会说你应该早就走出来了，它会说我懂你走得很慢，但我会陪你。而这份爱不是谁给你才有，是你自己要先愿意给自己。你要愿意对自己说，我知道你怕受伤，但我会陪你一起走过去。我知道你有防备，但我会用爱慢慢融化它。我不会再逼你快点好，我只想好好爱你。当你这么说的时候，你的灵魂会微微颤动，那个一直躲起来的小孩会慢慢地抬起头，不再只是活在防卫里，而开始打开心。因为爱是一种慢慢温暖的力量，它不急，它不推，它只静静地待在你身边，让你知道你不再需要靠怀疑来保护自己，你可以开始信任，因为你已经不是当年的你，你不再是那个无助又单薄的存在。你有选择，你有意识，你有爱，而且你有自己。当你从怀疑中走出来，你会发现，世界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可怕，人们没有你预设的那么冷漠，你也没有你以为的那么不值得。你开始看见微小的美好，你开始敢说我想要，你开始愿意接受别人的好意，你开始发现原来自己也可以不再怀疑。那不是因为你变得乐观，而是你选择了爱，你选择相信，哪怕只是多一点点，你选择靠近，哪怕还是会怕，你选择敞开，哪怕很慢很小心，但你仍然愿意。这就是疗愈，不需要轰轰烈烈，它只需要你在怀疑出现时，多给自己一点空间，说我理解你，但我不再让你带头。你开始让爱来做主，让温柔来领航，让信任来引导。不是一次就能改变，但每一次的选择
都在改写你的内在能量。久而久之，你会发现，你开始不再那么需要防备，不再那么容易怀疑。你开始相信别人的好意是真的，相信爱来到你身边是因为你值得，相信你不用再用够不够好去衡量自己值不值得幸福。你也会发现，你开始拥抱那些曾经想逃避的情感。你愿意哭，愿意脆弱，愿意诚实。这些不是失败，这些才是你真正走进疗愈的证明。因为你明白了，怀疑只是保护，但爱才是疗愈。真正改变你人生的，不是那份小心翼翼的理性，而是那份你忠于给自己的信任。你告诉自己，我愿意放下怀疑，不是因为我什么都不怕，而是因为我相信我会被爱接住。当你这么说，你的灵魂会震动，你的能量会转换，你的生命会打开，你会走进一个从未经历过的世界。那里没有怀疑，只有爱，只有你，真正的你，在爱里被完整的看见、接纳与拥抱。你以为是宇宙决定了你能拥有什么，但其实是你对自己的看法决定了宇宙怎么对待你。宇宙没有意见，它从来不批判你，不评价你，它只是一面镜子，如实地映照你内心的样子。你相信你值得被爱，它就把爱的机会送到你面前。你相信你不够好，它就安排情境让你证明自己的信念。不是宇宙偏心，而是它太诚实。它不会质疑你给自己的定义，只会依照那个定义调整它对你的回应。所以问题从来不是外在没有改变，而是你内在的观点没有转变。你怎么看自己？你认为自己配得起什么？你相信自己可以拥有多少快乐、自由、丰盛、幸福？那就是你将会经历的世界。你说自己不够聪明，不够有钱，不够稳定，不够讨喜，这些不够就像咒语，你说的越多，它们在你生命中的能量就越强，直到你开始以为这些限制是真的，但它们不是，它们只是你曾经在某个时刻相信了的故事，而你现在完全有能力重新写过。你要知道，每一个意念都像是在对宇宙下订单。当你说我不行，宇宙说好的。当你说我可以试试看，宇宙说太好了，我来帮你。当你说我值得，宇宙说那我就给你你值得的。这不是神话，是频率的真相，是一种心念与实相的对应关系。你投射出去什么，就会共振回什么。所以当你改变你对自己的看法，你的人生就开始改变，因为你不再在宇宙面前低头，你开始抬头挺胸地说，我准备好接收了。而宇宙从来只是在等你，等你肯定自己，等你承认自己已经很好，等你不再怀疑，不再缩小，不再否认自己存在的价值。你的价值从来不取决于你做了什么，而是你是否能真正看见自己。你看见自己的善良，你的坚持，你的诚实，你的创造力，
你的努力，还有你那颗始终没有放弃过的心，你对自己说的每一句话，都会在宇宙那边被听见。你说自己很笨，很糟糕，你以为只是情绪的宣泄，但那也是一次次的许可，让宇宙以为你真的愿意活在这样的状态里。你说我没有资格要太多，宇宙便把丰盛藏了起来。你说我怕被看见，宇宙便让你的光被遮住。你说我够了，谢谢，宇宙便送来更多让你感激的事物。所有发生的都不是宇宙对你的惩罚，只是你对自己的定义化成了现实的形状。当你终于停下来，不再用别人的眼光评价自己，你会开始听见自己的声音，那是一种温柔而坚定的频率。他说，其实你一直都知道自己是谁，只是你一时忘了而已。从那一刻开始，你不再向外求肯定，你开始回到内在，重新定义什么是你想成为的样子。你可以说，我是丰盛的，我是被爱的，我是值得被看见的，我是安全的，我是有力量的。这些不是空话，而是能量的转向，是你重新拿回主导权，让宇宙知道你准备好了。你选择从今天开始，用爱与信任来看待自己，而不是批评与怀疑。这是一个全新的起点，你不需要先变完美才可以这么做，你只需要从此刻开始，允许自己用更多温柔的语言对自己说话。你对自己的每一个选择，每一个态度，每一个想法，都在定义你是谁，也在定义宇宙该怎么看待你。所以，你想让宇宙怎么对待你？你想被爱，那你就先爱自己。你想被支持，那你就先相信自己值得。你想拥有自由、丰盛与喜悦，那你就从今天开始告诉自己，我值得，我一直都值得。不再自我质疑，不再拿过去的错误来惩罚现在的自己，不再把自己放在最低的位置等待救赎，而是抬起头，温柔地说，我对自己有新的看法了。而当你这么做，整个宇宙会回应你，它会张开双手，把你拥进它为你准备已久的丰盛里。你会发现，你从未被拒绝，只是你曾经拒绝了自己。但现在你知道了，你对自己的看法正决定着宇宙怎么爱你，而你已经准备好选择爱了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，明明已经努力了，明明也做足了准备，却还是觉得自己好像哪里还不够，好像还不能相信自己，好像一切的好运与丰盛都还不属于你。你总是在等一个更明确的答案，等一个更确定的机会，等一个不会让你失败的开始。可你越等，越不确定，越看不见路，越无法前进。不是因为你不够好，而是因为你还不够信任自己。你把力量交给了外在，交给了他人的评价，交给了过去的经验，交给了恐惧与怀疑组成的声音。你把自己的心锁在了等我准备好的盒子里，却忘了
真正的准备，从来都不是等待完美，而是选择信任当下的自己。当你开始信任自己，你内在的能量场就会改变。你不再小心翼翼的试探，你开始稳稳地踏出每一步。你不再怀疑每一个直觉，你开始听见内心的指引越来越清晰。那不是因为外在的世界改变了，而是因为你开始对自己说：我相信我自己知道该怎么走。这一句话，就像在你灵魂里点燃了一盏灯，它亮了，整个宇宙也就亮了。因为宇宙的回应来自你的发射，你发出信任，它就回应你更多机会；你发出怀疑，它就让你遇见更多需要你怀疑的事。宇宙不主动决定你的命运，它只是诚实地反映你的内在状态。你怎么看待自己，宇宙就怎么看待你。你相信自己值得，宇宙就打开通道让祝福涌来。你相信自己不够好，宇宙就默默将礼物收回。这一切都不是惩罚，只是共振。所以信任自己不是一种奢侈，是一种必要的起点。你可以不完美，但你要诚实地承认，你内在有力量，有智慧，有足以指引你走下去的火光。你不需要再等待谁来给你肯定，你就是你最大的权威。你的灵魂记得方向，你的心知道答案。你要做的只是选择相信。当你这么做，你就会开始感觉到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背后支持你，看不见却很真实。那是宇宙，它听见了你的内在决定，它知道你准备好了，不再犹豫，不再退缩。它于是开始动起来，为你安排人事物，为你铺路，闪开障碍，对齐时机。不是因为你变幸运了，而是因为你变真实了。你不再演一个怀疑自己的人，你开始活成一个相信自己的人。你发出的每个念头都稳定而清晰，宇宙就能准确地给你你要的。这就是流动，这就是共创，这就是吸引力法则的核心运作。从你开始，从你选择相信自己开始，你要的奇迹不是在外面，是在你开始对自己说：我可以，我值得，我信任我走的每一步。你会发现，原来不是世界一直对你关着门，而是你一直没有把心打开。现在，你准备好了吗？你准备好对自己负起责任？你准备好对自己的感受负责？你准备好不再委屈，不再怀疑？你准备好对自己说那句话：我信任我自己，所以我知道整个宇宙也会信任我。你会看见一切开始改变，不是剧烈的，而是稳稳地、深深的、真实的流动着。你会遇见对的人，你会接收到对的讯息，你会拿回你一直等待的力量。而这一切，只是因为你终于允许自己站在自己的位置上，不再让位给恐惧，不再交棒给怀疑。你亲手拿回了信任自己的权利。宇宙从来没有质疑过你，只有你还在学习不质疑自己。而今天，你终于准备好跨出那一步了。当你信任自己，整个宇宙
就会信任你。你是不是也有过那样的时刻？明明一切看起来都很好，却总有一个声音在心里悄悄说：我真的可以吗？我真的值得吗？万一我不够好怎么办？这些声音有时候出现在夜深人静时，有时候在你准备跨出重要一步的时候，它们不是嘈杂，却特别坚定，仿佛早已在你心里安了家。你甚至开始以为这就是你的一部分。你说那是自我怀疑，你讨厌它，你想摆脱它，你责备它的存在。但你可曾停下来问过，它从哪里来？它不是为了打击你，也不是为了让你停滞不前。它的出现只是你灵魂发出的低声呼唤。那声音说：请你再靠近我一点，请你再多看我一眼。自我怀疑是你灵魂等待被相信的方式，它不是敌人，而是一种邀请。邀请你不再从外界寻求答案，而是回到你自己身上，问问你内心真正的感受。你曾经在某些经验中受过伤，你曾经相信过却被辜负，你曾经付出过却没有回报。这些记忆像一层层阴影，让你开始怀疑自己的价值、能力与存在。你以为是现实让你怀疑，但其实是你的灵魂在等待，等待你不要再否认它的存在，等待你不要再推开你自己，等待你勇敢地说：我愿意相信你，哪怕只有一点点。自我怀疑最痛苦的部分，不是它的存在，而是你与它对抗时的拉扯。你越想赶走它，它就越不肯走，因为它不是要被打败，而是要被理解。当你开始说：我看见你了，我知道你是我一部分，我愿意听你说话，你会发现那些怀疑的声音会开始慢慢柔软。它不再是审判者，而像一个受伤的孩子，只是想被你接住。你不需要马上转变，你也不需要立刻强大起来，你只需要诚实地承认：我有怀疑，但我也有信任，而我选择让信任慢慢成长。这不是伪装，不是假装没事，而是一种温柔的勇敢，是一种深深的选择。即使在还不确定的时候，也愿意不再逃避自己，因为你真正想要的，从来不是证明自己没有缺陷，而是希望有人能看见你完整的样子。哪怕有怀疑，哪怕有阴影，也能被好好的爱一次。那个有人，就是你自己。你要成为那个愿意相信自己的灵魂，不是在你达成某个目标之后，而是现在，在你感到最迷惘的时候，在你最不肯定自己的时候，你愿意成为那个对自己说：没关系，我知道你还不确定，但我在这里，我会陪你，我相信你。这是一场深层的回归，从头脑的怀疑回到心的信任。你不需要说服自己，你只需要选择靠近，靠近那个等待你理解已久的自己。当你愿意这么做，自我怀疑不再是障碍，而是你的门，通往你灵魂真正力量的门。你会开始明白，那些曾经困住你的声音，原来只是提醒你，
你还没把真正的自己拥回来。而当你拥回自己，你也就拥回了生命的主权。你会开始感受到，世界开始变得柔软，你的能量开始流动，你的脚步不再颤抖，你的眼神开始闪亮。不是因为你完全没怀疑了，而是因为你选择用爱回应他们。你会发现，信任不是一蹴可及，而是一种每天的选择。在每一次想要否定自己的瞬间，多等一下，多听一下，对自己说：我懂你为什么怀疑，但我也知道你值得被相信。这份话语，你说的越多，你就会越靠近真实的自己，而你越靠近，你就会越发现，你根本没问题，你一直都很好，只是你太久没这样相信自己了。亲爱的，自我怀疑不是你的敌人，它只是灵魂在轻声呼唤。请你别再忽略我，请你别再怀疑我，请你回来，请你相信我。而你终于准备好回应了。你对自己说：我听见你了，我不会再否定你，我愿意相信。就从现在开始，这一刻，自我怀疑的能量开始松动，你打开了另一扇门，一扇通往完整、爱与信任的门。你不再只是活着，你开始回家了，回到你的灵魂，回到你真正的力量里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